我们，你还真把自己当蓝家的人了。江澄笑道，当年魏叔叔也在云梦做得好好的，因为一点鸡毛蒜皮的事，说辞职就辞职。我爸看在上一辈的情面，邀请你来云梦，你还拒绝。我说因为什么？原来是攀上蓝忘机了。个人有个人的选择呗。魏无羡云淡风轻地说，大概跟蓝忘机跟久了，魏无羡不喜欢跟人多扯这种无聊话题。自从魏无羡拒绝江澄，又进入蓝家公司，随即又成了蓝忘机秘书后，江澄就一直看不惯魏无羡。魏无羡不想跟江澄起冲突，转身就要走。江澄见状，侧过身子拦住魏无羡的去路。怎么？跟了蓝忘机这么久，你图什么？江澄侧过脸，在魏无羡耳边小声说，混了这么几年，不还是个秘书？你不会打算一辈子做蓝忘机秘书吧？听起来不错。魏无羡灿烂一笑，推开江澄，径直回到办公室。时间已经接近11点，蓝忘机还没有回来。魏无羡拿出手机给蓝忘机发信息，叫上在秘书室休息的温宁，一起去云深制药找温情吃饭。晴姐，你那边有什么头绪？魏无羡将国外出现仿制药的事情讲了一遍。目前没有。温情眉头紧锁，靠在座位上，面前的午餐都没有动过。公司里也还没有公布这件事，我们团队都是自己人，嫌疑最大的大概就是我了。其他部门的有没有可能？魏无羡问。没有，我们跟云深电子不一样，团队研发相对独立。温情想了想，而且我们这两种药应用领域并不广。就利润来讲，在云深制药真的不算什么，但在同类药品里面确实口碑最好。或许对方不是不想去窃取利润更高的药物，而是没有办法窃取到。魏无羡吃了一口咖喱饭，我觉得问题还是出在你们研发团队里。真的是仿制药吗？温情看着一旁聚精会神听他们谈话的温宁，阿宁你吃呀？哦。温宁也往嘴里塞一口饭，继续听他们讲话。是啊，我看过分析报告，成分和制作工艺都很相似。魏无羡说，不大可能是拿成品来仿制。你有空把报告发给我看看。温情终于拿起筷子，对了，仿制药有流入市场吗？还没有。魏无羡咬着勺子说，只是无意中发现的。然后顺藤摸瓜发现有秘密的生产线，就赶紧向国内报告了，没敢打草惊蛇。那就奇怪了，费尽心机弄到配方还搞了生产线，居然没拿出来赚钱。温情神色越来越凝重，难道怕云深追究专利侵权？都敢生产了，不大可能啊。所以才要去实地查一查。魏无羡并没有告诉温情，蓝家已经怀疑到他的远亲温若寒身上去了。不过当年绑架案发生时，温情也不过10几岁，要是和温若寒有关，蓝忘机也不会允许温情进入到云深制药核心部门工作。吃完饭回到公司后，魏无羡将和温情的谈话给蓝忘机做了汇报。我看了他研发团队的名单，都是云深制药的资深员工，找不出什么端倪。魏无羡摊开笔记本，上面记录了这次调查的要点。海外分公司发来后续调查报告，现在对方只是在生产，幕后人员并没有露面。蓝忘机将一叠资料递给魏无羡，所以我们必须尽快过去了。那我只用2天假期就好，明天就回去。魏无羡说，去德国的事对外称蓝副总休假，机票也是订到去法国的，到时候坐火车过去。好。第二天一早，魏无羡煮好咖啡，看到蓝忘机一身休闲打扮下楼，就知道那人铁了心要跟自己回老家。我们家早上可没有这么好喝的咖啡哦。魏无羡靠在餐桌旁边，准备做最后挣扎。你泡的就好。蓝忘机淡声说，我们家的床也不比大酒店哦。我不挑床，我家没有厨师，饭菜都是我妈亲手做的。很期待。回去单程都要开车4小时，我的车坐着可不一定舒服哦。我可以帮你开。蓝忘机抬头，眼神带着淡淡的笑意，觉得不舒服也可以开我的车。抵达魏无羡家民宿的时候，已经接近中午了。魏无羡刚从驾驶座拉开车门，藏色就迎了上来。阿英，蓝家给你开的工资很高吗？藏色满脸笑意，都换这么好的车啦。妈，你别乱说，这是蓝副总的车。魏无羡抬起下巴，指了指副驾驶。
蓝副总也来了。藏色歪过头打招呼，欢迎啊。我们阿英平时托你照顾啦。阿姨，叫我忘机就好。蓝忘机下车后，从后备箱提了一大堆不知什么时候准备的礼品。很惭愧，大多是魏婴在照顾我。他本职所在吗？藏色领着他们在民宿前花园茶座里休息。阿英，给忘机泡茶哦。魏无羡家民宿开在一个幽静的湖边，四面都是清爽的山林，离城里开车也不过10几分钟，是魏长泽从魏无羡爷爷那里继承来的。这里虽然风景优美，但周围并没有特别的景点，好些年轻人来了住2天就腻了，所以生意一直挺一般。魏婴，你辞职就是想回这里？蓝忘机环顾四周，